现代人支付的养老金承载着是上一代人，就是我们现在交给国家的这个养老金，实际上是用来支付以前的老年人，你的父辈们，但是他们当年没有交过养老金，那我们的钱替上一代、上上代人补窟窿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等我们老的时候，那如果有后代的人给我们补窟窿，这个钱也是可以的呀。关键是我们的生育率在下降，中国马上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程度，那也就是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有一大波老人，但是又没有那么多年轻人，那将意味着我们帮别人补了窟窿，没人帮我们补窟窿，那你觉得我们的养老金会不会出问题？第二个问题，体制问题。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事业单位出来的、公务员出来的，每个月养老金轻则5000块钱，高则1万多一个月。北京的很多老头老太太在小区里面打着太极、遛着弯，每个月的养老金是1万多，比你996的员工干到每天吐血拿的钱都高。那你再看城镇居民的一般的人的养老金2000多，农村的人200多。那你觉得这样的体系下，这个养老金到底是去了什么样的地方？对我们普通人而言，我将交的这个养老金的公平性又在哪里？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会干一件事情，宣布延迟退的人越来越多，灵活就业的有几个交养老金呢？再次，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醒悟，即便有工作，也是能不交就大公司的养老金就像交税。不交养老金就跟偷税漏税没有区别，本来是个福利，搞得像是义务。2020年年底中国的养老金呢，目前亏空已经达到了1.6万亿人民币。这也就是说现在还在交养老金的80、90后呢，未来退休大概率是拿不到多。4年当中中国光是援助俄罗斯呢，就高达4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养老金亏空的2倍。如果说再加上援助拉丁美洲1180亿美元，援助非洲的600亿美元，援助中东国家的550亿美元，这些钱加在一起是养老金亏空的3倍。是去年断缴医保达4000万人，马上又要交医保了，会涨多少钱呢？会迎来新一波的断缴潮吗？难道村民不想享受医保福利吗？为何这么多人断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原因。第一个，生活压力大。2023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刚刚经历完疫情，国内经济还未复苏，各行各业都不景气，很多工厂企业倒闭，大量村民无工可打，不得不在家里待业，没有经济来源，单靠种田种地赚钱很难维持日常的开销，所以能省就省，医保也成了断缴之一。第二，缴费压力大。前几年呢，村民每年只需要交10块钱、20块钱，基本没有压力，缴费率几乎全覆盖。如今已经涨到了每年每人350块，有些地方是500多，甚至900多。对于6口之家，一年需要缴纳几千元，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甚至是一家人种粮的全部收入都不够，所以干脆断缴了。第三，限制报销。医保报销从 80% 变成 50%， 甚至 30%， 限制报销范围。平时感冒发烧打针拿药根本不给报销，即便去医院拿药，拿的是报销的药品，价格跟平常自己买药的价格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实惠。第四，觉得交医保就是在养富人。最近呢，我们的管理者在严查医疗腐败，老百姓一片的叫好。钟南山医院是挂号费用高达1200元，被曝光上了头条热榜，引起很多人的质疑，是不是费用过于高昂？其实贵的不是挂号费，不是专家的门诊费，各个医院过度医疗、过度检查、过度用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才是最可怕的现实。很多人觉得交医保就是在养富人，养那些资本家，所以干脆直接断缴了。很多人觉得医疗腐败行为一直在亏空国家的金库，掏空老百姓的口袋，交再多钱也没有用。第五，交了医保也看不起病。我们很多农村老人害怕自己生病，害怕拖累子女，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让人心痛啊。我们的老人老了就特别的可怜，老了就战战兢兢，尤其是对于偏远地区的农村老人来说，他们大多面临困难的窘境，
每个月生活补贴只有120多块钱，1年的补贴还不够老人家看一次病，连缴纳报销后的费用都不够。为什么？你看，过去一个肺炎花个几十块钱200-300块钱就搞定了，很简单。现在呢，要你住院拍 X 光照 CT 验血验尿，能做的让你做个遍，出院了让你定期回来复查复检。很多人的感觉就是交了医保之后，医疗费用都在拼命的往上涨，即使给你报销了也要花个几千上万元。医院的亏损高达上万亿，我们的医疗支出占 GDP 总量达到了 6.5%，这么高的支出居然还亏损了上万亿，这是什么原因？让我说呀，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医院的管理漏洞太大，医疗的腐败现象太严重。那有人说了，医院亏损了上万亿这么大一个窟窿怎么补只有一个办法，羊毛出在羊身上增加老百姓的医疗保险账。说呀，一个高干4年时间免费花了将近1000万的医保金，这刺痛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呢？70多岁的高干在 ICU 病房待了整整4年，花费了将近700多万，而这些钱都是国家免费提供的。这个新闻让我们多少老百姓感到心痛呢？这位高干花费了如此巨大的医保金，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却难以享受到相应的医疗资源。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我们不得不思考，医疗资源应该如何分配，如何保证公平性和合理性。这个新闻让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医疗体制存在太多的问题了，如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医疗费用过高等等。这些问题导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在得到重病的情况下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而这位高干却花费了如此巨大的医保金。此外，这个新闻也引起了我们对高干的特权的质疑。我们知道高干享有特殊的待遇和权利，但是这种待遇和权利是否合理呢？是否符合我们公众的期望和要求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公平、透明、规范的权利运行机制，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机会和权利。这张图表显示了中国过去60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出生率很高，但在2022年，中国的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导致其人口在60年来首次减少。中国过去60年的人口，即使在2022年失去了近100万人口之后，它的人口仍然和以往一样多有10亿人。但预计到本世纪末，这一数字将减少。的死亡人口是1041万人，按照这个数字来，未来几十年人口下跌的最小生儿是第一次跌破1000万，今年又是第一次跌破800万，年年破纪录啊！再往回看几年，数据更是触目惊心。不少人觉得，哎呀，中国出生人口这事儿没必要焦虑。可是此后每年的出生率都直接跌破800万，余生2胎的父母们，而是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连1胎都不愿意生，甚至连婚都不想结。